Hello， 大家好，我是议员。原本今天这个影片呢，我想再等迟一点才发布的，但是在昨天晚上讨论区就有看到有一些玩家说，其他的王国都已经报名新的地图了，也就是雄兵坚城，但是唯独960没有报名。那相信我发布这个影片的时候，应该报名结束了。或许到那个时候，应该会有一些玩家就说：“哎呀，960肯定是怕死啊，不敢跟这么多个先锋王国打，不啦不啦不啦。”本来我今天这个影片应该是要介绍有哪些新的移民，然后有哪一些玩家已经离开了960。我是没有预料到960 KVK 跳出报名的时间这么快。如果各位还有印象，我之前有发布过一个影片，说960跟93的 KVK 表现到如何。那时候发布影片的时间是在3月14日，那我发布今天这个影片应该是在4月3日。就差不多接近3个星期的时间吧。那我之前也是有讲过，我自己本身的王国也在进行这 KVK， 所以我没有注意到960那边是已经跳出报名了。为什么960没有报名这一次的 KVK？ 因为在昨天4月2日，最后一位新移民才刚抵达而已。我们也是在昨天才正式滞留医院。是的，你们没有听错，从 KVK 结束到昨天为止，差不多3个星期的时间，我们是完全没有治疗的。因为现在先锋的门槛很低的关系啊，如果要退出先锋的话，需要大量的玩家删除兵力，或者是要等到一些玩家移民离开之后，才可以招募更多新的玩家进来。只是因为这个部分就已经花了很长的时间，甚至医院已经爆炸了，然后有很多移民的玩家都选择离开了。但是960依然还在先锋，没有办法招募更多新玩家进来。不过有几位成员们自愿去删除自己的兵力，在大家配合之下，960才成功的跌出先锋。960的玩家虽然是很少，但是高战力的玩家非常多。像是一些先锋王国玩家比较多，但是战力普遍比较低的话，其实只是要塞医院就可以招募新玩家进来了。变成这一顿操作下来，在昨天才解放医院，并且在昨天搞定了移民的事情之后，也是发了王国邮件。这封邮件其实有写中文跟英文啊，但是你们可以发现到英文有一些搞笑的地方。那会英文的观众知道我在讲什么东西啦，但是我不要念英文版本，我们看中文版本。就有说到谢谢各位的配合和鼎力相助，这次掉先锋不容易，没有你们也很难完成。接下来就是感谢妮妮、喵喵、无极和美玛帮忙负责数据，如果没有他们的话，后面就很难弄这些，我们也很难办到现在的成果。并且也是在昨天公布了新任国王，自从豹哥退休之后，你们应该很好奇谁会担任这个责任。那我现在告诉你，欢迎我们新任国王 Civil 上位，以后就可以开始叫教皇了，因为他的那个别称是教主嘛，过后变成教皇。那为什么是 Civil 做呢？其实我也是不知道我也是等到他们发了邮件之后，我才知道 Civil 要做国王。至于在他做了国王之后会有什么影响，这个我就不清楚了。我相信应该不会有什么太大的改变吧，因为基本上管理层的人，然后里面的一些内部成员都是认识的。像是豹哥离开之后就没有一个国王代表嘛，就推 Civil 上去做国王相信各位也知道，国王是一个吃苦不讨好的工作给他去做吧。哎呀，反正不要叫我做国王就行了。我是有想过 Civil 可能会做国王，但是我一开始的人选是伟哥哥跟这个恒哥，也就是 Gavin。不过伟哥哥他从302离开来960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他不想要做国王。至于恒哥为什么不要做国王，我就不知道，可能是觉得做国王压力会很大吧。所以不管怎样，之后的新国王就是 Civil 啦，所以之后王国里面发生什么事情啊，你们骂 Civil 就好他现在已经是国王了，哎呀960垃圾什么什么全部关在他的名上面所以不报名 KVK 的原因大概是这样啦，就是新的移民才刚到，然后新国王才刚选出来而已，也算是960刚换血结束而已，所以要马上报名呢，这个是不太可能的事情了。至于什么时候会报名，就看他们之后有没有跟其他的先锋王国约战啊，或者是什么时候做好准备才可以报名 KVK。 毕竟如果只有自己报名 KVK 的话，有很大可能也是会匹配失败，所以这个就交给他们自己去烦恼吧。哎呀，我只是负责打架而已。接下来就要说这一次的新移民到底有多少位，那我根据名单来看呢，总共大概20位左右而已，是比较起之前跟1412合并的时候少了很多人，之前有大概100多位玩家吧，这一次只有20位。一方面也是因为太难下先锋的关系你们也看到了960的玩家都要删除自己的兵力才可以招募到更多新的玩家进来，所以想要招募更多玩家进来呢，可以说是天方夜谭。这一次招募进来的移民其实有包括365、1093还有846的玩家，
其中比较值得关注的玩家就是 Osno， 这个在之前已经讲过了，他是在 KVK 结束的时候就马上移民过来。那其实当时候还有另外一位93的玩家 Ultima 也是移民过来960了。还有另外一位值得关注的玩家就是来自365的 Star， 这位玩家在之前960抗韩大战的时候就有差一点要清零他不过清零不成功。据说这位玩家是号王来的，他有很多小号，他的到来刚好可以填补 hashtag 的空缺。前不久 hashtag 他就移民了，离开960。hashtag 这个玩家是真的很恐怖，你们可以看到几乎每一个旗帜都有他的小号，是专门负责去补兵的，所以 hashtag 离开960算是一个蛮大的损失。那接下来就要看 Star 的表现，他会比 hashtag 更强更弱还是差不多呢？我们就拭目以待。还有另外一位玩家就是叫50，可是我就不确定他是从哪一个王国移民过来的。以他的数据来说，也算是中上水平的玩家，我是比较期待他的表现啦。至于其他的玩家，你们可以自己看这个列表，因为人太多，我也没有办法一个一个去介绍。换算下来，平均每个玩家都至少会有100亿击杀，虽然有一些击杀比较少，但是战力会比较低，所以还算是可以接受的。除了这个名单上面的玩家之外，在今年年中有预定了3个特殊移民，但是管理层并没有透露到底是哪一位玩家会移民过来960，他们只是跟我讲会有3个击杀超过300亿的玩家会移民过来。但其实我看了一下数据，超过300亿击杀的玩家其实还蛮多的所以你们可以大概猜一下到底是哪一位玩家会移民过来960。不过这个也是之后的事情啦。还有传闻说巴黎队长会移民过来960，这个我就不确定。也是顺便辟谣一下，之前有听到传闻说阿 Z 会带着他1412的兄弟离开960，那阿 Z 他们有回复到讲他们是不会离开960的，如果是真的离开的话，也是会直接选择弃坑，所以大概率应该是不会再移民了。不过坦白说，虽然这一次960是成功下先锋，收到一些新的移民玩家进来了，但是我可以很直接跟各位讲，其实离开的人比进来的人还要更多。像是各位都知道豹哥弃坑的事情啊，他只要弃坑之后，有一些玩家可能是用着他的账号，或者是跟随豹哥的一些玩家都会选择一起离开，会弃坑或者是移民。像是黑妈妈任命的账号其实都是豹哥的，还有不少元老级别的玩家也是选择弃坑或者是移民了，像是本加明、BCK、夏、米兰、佛森、老古。The Ace 狼就是之前你们看奥西里斯联赛负责抬棺材的那个玩家，也是移民了。上一季表现到最好的 Eddie 也是移民过去2268了。所以960这一次真的是大换血，需要一段时间慢慢去适应。所以这一次的 KVK 不是说不敢去参加，而是没有办法去参加，还没有适应过来。我个人当然是希望快点去报名啊，因为我这边的 KVK 快要结束了刚好我自己玩过的 KVK 结束之后再继续打960的 KVK 无缝连接。所以以上就是我能够透露并且是知道的东西而已，其他有一些东西可能我不知道，就没有办法跟各位讲，只能说希望这一次换血之后，下一次的 KVK 可以表现得更好吧。以上就是本期内容，至于各位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我们下个影片再见。